这也太远了，啥玩意儿都听不清楚啊！少爷，你可少整点吧，咱兜里都快比脸干净了。我不是让你出去卖字画了吗？少爷，你的字画根本没人稀罕要，不能够啊！你多少钱卖的？5钱呗。哎呦喂，少爷你还喝呢？咱真没银子了，省着点，留着明儿再喝不了。离春尾还有1个月呢，这碎银子得掰成8瓣花。你知道咱这字画的纸多少钱一张买的不？那能不知道吗？6钱银子一张买的呗。6钱银子买的纸，少爷我吭哧憋出画完了，你5钱银子就给我卖了？我本来想卖10钱银子的，可没人要啊。后来我降到8钱、6钱，还是没人理的，这不才赔本甩了吗？那5钱，你卖出去几幅？就2幅。还行还行，没亏多少。明儿你就5两银子往外卖。也没烧啊，咋净搁这说胡话呢？说了你也整不明白。我下船溜达溜达，你在船上把那手记给我写了。哼，别人家的手记都是自个儿写的，就少爷你特殊，写个手记还得使唤丫鬟代笔。再啰嗦我就把你给卖了。少爷才舍不得卖我嘛，你连自个儿头发都梳不凉白。太真实了。这要是有钱，我也能上那青楼里饮酒听曲儿去。真是伤风败俗，唉，人穷志短啊。也许是前身的执念吧。金榜题名，说不定顺带着就当个官儿。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不如就可劲儿浪，先整个小目标，考个状元玩玩。这都穿越好几个月了，啥事儿没干成，唯一的成就就是捡到了一个小丫头，一个包子就给哄到手了，真是给咱穿越界的同行丢人。你瞧瞧人家，或者带一个系统，或者带一个肌肉式穿越的，我这啥玩意儿没有，没系统没 buff， 合着就我是个凡人，遍地都是开外挂的。曲意绵延，听似悠远，却是雾中带戏。所以我们的柳大家是开始思春了吗？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别打岔，说，不是思春了。这首曲名叫《随意》，意随听者起，千人千面，听者所思，即所会意。悲伤之人听之凄凉，念故之人听之思乡，动情之人听之欢喜。所以你为何听出思春之意？你这是狡辩。曲虽然方便，但你弹奏时却融入了自己的意，休想反咬一口。我修双落剑的，怎会起情意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得某些人倾情于自己家的师兄弟呢。你想多了，你自己想想，我们书院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一个正常人吗？你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？无意，意随见者起，千人千面。停！我输了。你说你堂堂一个琴仙转世，却日日在这青楼楚馆弹琴，让你去书院你也不去，也不知道你图什么。这就是我的道呀，以阴正道。这里虽然说不怎么体面，但总有一线机会能寻到相合之人扶我正道。而书院虽好，却无人可以听。麻烦的阴道，还不如我以剑正道来的干脆。你还没说呢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？都怪你打岔，差点忘了，你不是境界卡了许久吗？我偷来了老师的灵犀箫，应该对你有用。灵犀箫与我的玄琴一样是灵气，若可以琴与箫合奏一曲，或许真能尝试一破境界。怎么了？灵犀箫不见了。又来一个修仙的，整得花里胡哨的。哼，琴音明月仙女，就这场景，高低得整一句诗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想家了，原来是想家了。家里爹妈也不知道咋样了，终是失了平常心，当罚。高空抛物跟我前世都犯法了，这朝代的人素质也太差了。我前世学箫的时候，最先学的是啥曲子来着？哦对，好像是那首《数星星》。奇怪，总不能是掉了吧？灵犀箫是灵气，你有听过灵气会掉的吗？是啊，灵犀箫是灵气，怎会遗落？看来是他不愿意帮我破镜。
只是我与他无缘罢了。你这女人又来这套，灵犀箫初诞灵智，顽皮的不行，定是路途中遇到什么他觉得有意思的事物，偷偷溜了。还是我的玄琴好，乖巧懂事。我才要头疼呢，还不知道回书院要怎么跟老师交代。但愿他玩够了，能自己回书院去吧。大不了我找个机会再给你偷出来一遍。是灵犀箫的声音。这曲子倒是干净。等等，你不觉得这曲很有意思吗？这调子简单的像孩童数星星，天真烂漫，用灵犀箫吹这曲还真是合适呢。我已经不缅怀那段时光，还是在缅怀那段时光里的人。那便以这段曲子去告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吧。你听着呢，此人音道其实并不十分精深，和你差不多，但此人的曲艺却极为饱满，曲通人意。他的吹奏不似我这般委婉隐晦，而是直抒心意。那曲子像是在问离家的人，老了还回不回得去？可他才多大，怎会有这般沧桑的心境？刚才我看到书院来人进了楼阁上，原来是那位。那位是柳大家的闺中密友，阴道虽然不如柳大家，却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阴道奇才。那这萧音必然就是书院那位剑修了。除了那位，谁人敢与柳大家如此嬉闹？又有何人能吹出此曲？我明白了，他在思乡，只是他的思乡情为何会这般浓郁？他回不了家吗？哎，你收敛一点，口水滴下来了。我虽然不会你这曲谱，但我还是可以随着你的曲调给你伴奏。我破镜了，音道真好，弹手琴就破镜了。你会是我的河道之人吗？你此刻在想什么？哪个缺德的，打扰老子搁这伤春悲秋呢？方才是你在吹箫啊？咋的了？这人不会是个虎玩意儿吧？难不成我也有金手指了？长得帅也算金手指？凡人？啥凡人？我是举人。凡人是怎么吹响灵犀箫的？这箫我捡的，咋的？吹响这玩意儿很难吗？滴滴滴，这很难吗？停！哦，你知道你这箫的来历吗？不知道。这箫名为灵犀箫，是书院开了灵智的一件灵器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谁？我是书院的三弟子陆金霜。哦，合着你是想要回这箫是吧？给你不就完了？搁这绕一大圈累不累啊？你没听说过我？我听说过书院。你从来没想过修道吗？我就是个念书的。有人以剑正道，有人以琴正道。你读书是为何？我读书是为何？等你想明白了，读书亦可正道。修道到底是什么？修炼其实就是修心，以不同的方式来感快意恩抽。比如我柳听弦以琴音来感悟情绪，有所悟，自然有所得。怎么把修心和修炼关联起来？万变不离其宗，各种道其实修的都是人本身，修心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，身随心动。看在你刚才帮了他一个大忙的份上，我便送你一个礼物。咋的？你要把这箫送给我啊？这个不行，这个是我老师的东西，我只是临时借出来的。那是啥玩意儿啊？一颗种子。这就是把修心和修炼关联的关键，灵力。哟，咱们的柳大家看来是真思春了，这两眼含春啊。怎么样？让人给欺负了，人家就那么嗖一下飞走了。唉，我还有一肚子问题没问呢。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我家少爷？我去咬他！丫头啊，
我要是不想当官了，咋整？不想当就不当呗，多大点事儿。可不当官，咱干啥去啊？咱修仙去呗。也没发烧啊，咋又开始说胡话了呢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刚才那箫声，你听着没？听着了。好不好听？琴声更好听。小屁孩啥也不懂，明儿我带你卖字画去。好。哟，咱们的柳大家看来是真思春了，这两眼含春啊。怎么样？没错，是灵犀箫，我拿回来了。我已经破镜，便不需要了。哦，对了，吹箫的是何人？好像是个普通人。普通人？如何一个普通法？未曾修炼，好像是个读书人，来京参考的。普通人如何吹得响灵犀箫？不知道。少爷，你咋就带了一幅字啊？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营销4要素不？产品投机、诚信、服务呗。那是做生意的4要素，不是我要说的。那是啥呀？是产品定位和饥饿营销。我问你，你觉得摆摊得摆啥地方？人多的地方呗。那啥地方人最多？赌场门口啊。你前几天都摆赌场门口了？呐。你这纯就是产品定位和客户群体没整明白。赌场门口都是啥人？要么是来赌钱的，要么是输的底朝天走的。这帮人能买咱的字画？那咱的字画该卖给啥人啊？念书的和做生意的。念书的懂字儿，做生意的不一定懂，但人家有钱，还爱装个文化人。那啥地方念书的和做生意的最多呀？这绮罗坊门口啊。能来这儿消费的，兜里都有俩闲钱儿。少爷，你就是想混进绮罗坊听曲儿的吧？你这小丫头片子，净瞎说啥大实话。小兄弟，你这幅字是准备要卖吗？随性而为，亦可卖，亦可不卖。看不到里面的字，何人敢下手？说不定是写的极差，想以此骗人。我看不一定，说不得里面另有玄机。这样，不展券便不展券，我以10钱买下这幅字，如何？10钱也不卖？难不成里面真的另有乾坤？可你这字卷不打开，怎么能让人看到呢？字不打开，不见得就一定有人识货；字卷着，也不见得就不会有缘人。随缘罢了。这字不打开怎么卖啊？是啊，要是里面白纸一张，岂不是亏死？20钱！你这人卖字不展，对价不理，怕不是哗众取宠吧？子杰兄所言有理，不过依我所见，这位兄台也许是想哄抬自驾，出此策略。子杰成业，不得无礼。见过韩公。韩公乃当朝太傅，桃李满天下，早已不在朝中，何须多礼？小有卖字却不展卷，却是为何？吾于昨日梦中神游，醒来恍然间，写下梦中所得之句于此卷，偶然所著，怕是再难写出此等笔墨，故而想以此字寻知己。卖与不卖，却也不是这般重要。原来如此。我却更加好奇这幅字中所写何句了。既是韩公所言，理当展卷，于众视之。楼下发生何事？不知道呀，像是忽然热闹起来，我下去看一看。梦中神游，醒来恍然间写下梦中所得之句，偶然所著，再难写出此等笔墨，故而想以此字寻知己。找你去办个事儿。什么事情需要我去？你去帮我买一幅字，快点，去迟了就没了。买什么字？哼，你去了自然就知道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给钱啊！没有钱。你买来字，我就不追究你昨日盗用灵犀箫的事情。小丫头片子，跟我斗。这笔法落笔如云烟，行笔似流水，筋骨俱备，气韵生动。好字！笔锋藏而不露，锋芒内敛，却隐隐有龙腾之势。单论这字，已是上之作。卖字不展卷，果然是一幅好字。
只是可惜，愿闻韩公指教。字好却无益。此卷上虽有笔墨，却不过是一些散句随笔，并非完整之作。字虽精妙，然无诗无词以载其魂，终是美中不足。小友这笔字，若配上相合之诗词，方为完毕。若你今日能为此字即兴题诗一首，这首诗便为此卷之魂，字与诗合，方称得上真正的佳作。只是，若所题诗词配不上这笔字，反倒会毁了它。兄台若是无诗可题，我倒是愿意为此字写一首。只是若写得不好，还望诸位见谅。本是随性而书，未成诗稿。不过既然是韩公所言，我自当自题一诗，便是毁了，那便毁了吧。何人有笔墨？楼内有。柳大家出来了。公子可愿在我这字题诗？仙子所求，自然满足。公子想好要题的诗，那便写一首小令吧。聊沉虾，消玉鼠，鸟雀呼晴，亲晓窥言语。聊沉香，消灭鼠，鸟雀呼晴，亲晓窥言语。夜上初阳甘肃雨，水面清源，依依风和许。故乡遥，何日去？家住吴门，久坐长安旅。上劝写景，若有意若无意，使人神眩；下劝抒情，直抒胸怀，语词如画，不加雕饰。莫不成你想把这字要回去？那在下便却之不恭了。我送你们出去吧。好不容易进一趟青楼，屁股还没坐热呢。那个裴承业，他是大圣兵部尚书的儿子，按说不该如此明目张胆的针对你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多谢陆仙子指点。咋样，牛不牛？少爷你也太厉害了！走，少爷带你吃好吃的去。吃好吃的去喽！怎么样，是一幅好字，能说的韩公都已经说了，只是，到底怎样经历的人能写出这样的字，又即兴写出这样的词？不就是一幅字吗？我也看得出很好，也不至于你这个样子吧？你不懂，哼，字虽然很好，但我也不是没见过。真正好的是这首词，词上半画写景，用词自然合景；下半画写意写情，与字中笔意交相呼应，词粹相合。即便是我也觉得是世所罕见的佳作。对了，其实我也是来买字的，是院长老师叫我来的。买字？这幅？你这是做什么？给钱啊！我没钱。那不给。你这么有钱的小富婆，还差这点钱吗？无关差不差钱的事，买卖嘛，自然得给钱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字借我回去应付一下院长。我告诉你，昨日吹箫的是何人。其实这幅字我暂时也无用，看在院长的份上，便借你几日吧，记得还回来。这茶怎么样？还行，比书院的要好。院长最近还好吗？好得很，就是越来越阴险了。你们的师兄弟们还好吗？老大还是一直在睡觉，老二整天带着他养的鸟瞎晃悠，老四老五商量着想去盗皇陵，被院长关起来面壁了。老六那傻妞盯上了老二的鸟，整天跟着老二，想把老二的鸟烤了吃。老三呢？我是老三。哦，我得回去了，还得回书院找院长复命呢。哦，对了，还得告诉你昨日吹箫的人是谁。昨日吹箫的人，就是刚才卖字的举人谢灵安。真沉。少爷，走快点，这天阴的厉害，怕不是要下雨了。你个丫头片子就知道喊！我一个读书人，背着你咋走得快？少爷缺乏锻炼。我堂堂谢大古人，锻炼啥？可是丫头在长大呀，少爷不锻炼，以后该背不动丫头了。那就等丫头长大了，丫头背少爷。可是丫头也不想锻炼啊。不想锻炼也行，多吃点，吃得壮壮的，也能背得动少爷。丫头多吃点，以后背少爷。好大的雨呀，咱这破船不会被冲走吧？怕啥？冲走了咱也在船上，在哪儿不是待着？可是冲走了还得找船夫划回来，多费钱啊！那咱就多绑根绳子，别让它飘走不就完了？
你看，多绑一根绳子，咱就冲不走了。嗯，走，回船吃东西去。少爷，你看那边有人，是个大婶。你在船上待着，别动，我过去看看。大婶，发生了何事？怎会如此？又能有何事？不过是路遇劫匪，全家惨遭屠戮罢了。快带着孩子随我回船上。不用了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为何会如此？人若蝼蚁，我们不过是上位之人棋盘中的棋子罢了。你走吧，莫管我了。凡人入局，不得善终。我辈读书人，生无愧于心，死无愧于天地，又何惧于不得善终？生无愧于心，死无愧于天地。那日若不是大婶相助，我与丫头还在街头流浪。仅仅一面之缘，随手一施罢了，你又何须记在心上？因为我见过很多如你一样的人，他们也帮过我，否则我早已死了。你可知，为何这茫茫街头，除你之外无人出来？他们只是害怕罢了。你难道就不害怕吗？我辈儒生，可见墨，不可见黑。你和我们不一样，从未见过你这样的人，你帮不了我。回去吧，你还太弱小了，弱不禁风。等你强大了，若还记得今日的事，若还是意难平，可去城西陵外红墙白瓦的独栋园落看看。世人都在观望，只有他走了出来。我给你们找一个小师弟如何？能找个正常人给我们当师弟吗？这个小师弟你们会喜欢的。你明夜子时去一趟城西之外的林中，把他带回来就是。记住，我们在局外，除了带他回来，别再插手其他事。我说了，明夜子时去。哦，这世间皆是局，方才的，将来的，你插手便是入局了。丫头，我不想读书了。春闱之后，我们就离开吧。好。在那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都淋湿了，去里面洗洗，换身衣服。少爷，我没事，去吧。洗完咱吃东西。嗯，快去，再不去我可要打屁股了。少爷，你在画啥？一把兵器，能让普通人打出筑基强者那种攻击力的玩意儿。世上有这种兵器吗？有的，还有能让普通人毁天灭地的，只是我做不出来。别担心，我只是想让我们有些自保的能力。少爷想一直保护丫头。少爷，你有一根白头发，拔了便是。最后一笔画完了，天快黑了。是啊，天快黑了。有人能看到明日的天亮，有人连这个夜晚都看不到了。这酱鸡腿真好吃，好吃就多吃点儿。你在船上待着，我出去一趟，困了就先睡，别等我。天都黑了，少爷又要进去儿。可是今儿下雨，绮罗坊该不营业吧？不是，我去找个铁匠铺，把这东西打出来。那少爷带上伞。我穿这个去。这雨怕是要下好几天，这钱都没生意了。有生意便有生意，没生意一时半会儿也饿不死。就是这雨下得人心烦。要心静，你这模样如何打得好铁？按着图纸能做出来不？
客人要用何等材料打造这副器具？玄铁可以造，只是什么？老朽没猜错，用玄铁一副强弓打造成功，又有何人能拉得开？这你不用管，你只管造便是。可知怎么做？正巧我这儿有一节客人留下的玄寿金，够用了。好，多少银子？50两，一半定金，剩下取货时给。客人何时来取？明日晌午。这客人可真神秘，这强弓造了能干啥？又没人拉得开。寄生，这图纸怕只是整副器具的一部分罢了。我就是去看看，只是去看看。这孩子，少爷，咋不回房间睡？丫头想等少爷回来再睡。快睡吧，少爷回来了。少爷，这雨得下多久呀？估摸还得几天。唉，这一直下雨，就只能在船上待着，光陪少爷下棋了。不下了。哼，少爷你又耍赖。少爷，你昨夜又多了2根白头发。柳听玄前来求字，不知可否方便？见过柳仙子。不请我们进去吗？这么对客人可不合适。失礼了，柳仙子里面请。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好词，这词虽然只有半折，足以让当世年轻一辈俯首。可有下半折？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。山头斜照却相迎，回首向来萧瑟得处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公子的才情，当世无双。这词非我所著，乃我家乡一位仙人所著。谢公子可愿与我下一局？恭敬不如从命。小苗，看茶。公子先请。柳仙子唤我望归便是。那你也别一口一个仙子了。仙凡路隔，不可逾越。何为凡？何为仙？凡人浊骨凡胎，人生不过100年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所求不过衣食无忧，安居乐业。仙人，仙风道骨，寿元悠长，超然于上，不食烟火。何必高看仙人？所谓仙人，不过也只是修炼入道的凡人罢了。这世道如此，哪有什么真仙？何谓入道？有人照着前人的身影，步着仙人的脚印，自然能入道。而有一少部分人感悟自己的道，凭借着对道的理解来追求天地至理，而入道只是修炼的基础。你们称入道者即为仙人，那真正的仙人该是如何？不知，那是所有修道人所求的东西。我不过区区入道者，何以知道？望归受教了。春闱过后，可有何打算？入朝为官吗？以望归之才，想必不难。不知。望归可曾想过入道修炼？仙凡路隔，谈何容易？你此生可有所求？不过闲云野鹤，悠然自得罢了。可你明明眼含生民，心腹苍生，何不做点什么？我输了。多谢望归款待，告辞了。这次赠与柳仙子，在下其实也有一事相求。但说无妨。我要出门办一点事，这连绵大雨，河中涨水，画舫船实在不安全。我想让舍妹随仙子回绮罗坊待一天，等我明日回来再接她。好。哥哥，听话。风雨欲来，可是雨不是一直在下了吗？还没问过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丫头不记事，只记得哥哥捡到了丫头，哥哥怕丫头一个人吃苦，就带着丫头一起走。除了哥哥之外的事情，丫头都不记得了，也记不住。那你哥哥平时叫你什么？就叫丫头呀。哥哥说等丫头长大记起自己名字了再叫回名字，可丫头不想记起来，丫头喜欢哥哥叫丫头。丫头，你哥哥是怎样一个人？哥哥特别聪明。哥哥？那你哥哥平时叫你什么？就叫丫头呀。哥哥说等丫头长大记起自己名字了再叫回名字，
可丫头不想记起来。丫头喜欢哥哥叫丫头丫头。你哥哥是怎样一个人？哥哥特别聪明，从江南到京城这一路，不管遇到啥问题，哥哥总能解决。哥哥还特别有才，他写的诗词念出来让丫头了浑身起鸡疙瘩。哥哥也是一个特别悲伤的人，他总喜欢夜里躺在摇椅上看星星，一边喝酒一边嘴里叨咕啥故里隔两世，可意不可及。其实哥哥心里老装着别人，每次遇到要饭的可怜的人，哥哥都掏银子帮人家，有时候他自己连喝酒钱都没有，但从来不让丫头挨饿。昨日那个帮过我们的大婶和他的孩子死在哥哥面前，可哥哥啥忙也帮不上，这对哥哥来说太难受了。那个大婶跪在街头惨叫的样子，那支箭穿过去流了满地的血，哥哥见不得这种事的。仙女姐姐，你能帮帮哥哥吗？丫头只是不想让哥哥觉得有负担，所以丫头不能当着哥哥的面哭。可哥哥啥都不说，但丫头啥都知道啊，哥哥就会对丫头笑。可是昨天哥哥笑得好难看。哥哥说出门有事要办，但丫头知道他一定是去城西了，去那个死掉的阿姨说的红墙白瓦的大院。他说只是去看看，可是他造了一把兵器。什么？无量他个天尊，此处的怨气为何如此之重？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贫僧看到了滔天的血气。小心，这里有点邪门。智度，我这把铜剑是不是比你的法杖趁手多了？贫僧一定会把法杖从你手里赢回来的。说这话，你还有东西能跟我赌吗？别忘了你的佛珠也在我这儿。贫僧不会拿金兜跟你赌的，这是方丈给我化缘用的，金兜不可离身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你放心，我不要你金钵，我一个道士拿着和尚的金兜多不像话。不过你这金兜太厚了，拿着多不方便，不如拿去熔了，做一个薄点小点的。多的金子，咱俩拿去喝酒。去看看，去看看。有阵法，能悄悄破开吗？我动手的话，里面的人肯定会发现。小意思。散。上墙！无量他个天尊！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！那间屋子里面血气滔天，你们怎么跑了10几个人出来？还好没出院，不然本座又挨骂。昨日居然有人跑到了街上，再有下次，就用你们的血来办事！血气，魔道，何人在此？筑基中期，上！我们2个初期对一个中期，能打就打，打不过就跑。你们是何人？贫道清风山修士暮云。无量断，智度，所来何事？此处血气冲天，我们2人自然是来管不平事的。施主能解释一下这里血气弥漫的缘由吗？你们都看到了，那就不能放你们走了。筑基后期，不是中期。2个初期打1个后期，就像2个小孩挑衅大人，跟找死没区别。风紧，撤舞，清风式断落，雕虫小技，你们走不了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想怎样？你们刚才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看到这里有点血气，好奇来看看。想必这里是牛羊的屠宰场，我们想买点牛羊肉。你看，和尚不打诳语。不是假和尚吗？假和尚可以诳语。我们这里不是屠宰场。那看来是我们搞错了，我们这就走。不急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帮个忙吧。有什么忙需要我们帮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我们炼制血丹还差最后一点生血，需要用2位的血来用一用。血丹？血丹？你们竟敢炼制血丹，不怕遭天谴吗？然我杀的也只不过是一些贱民而已。你拖住这个筑基后期，我先解决其他人。为什么不是你来拖住，我去解决其他人？也行，你会杀人吗？算了，你先解决其他人，我撑不了多久。既然施主想要小和尚的血，那小和尚就只能来领教一下施主的高招了。佛门金身有意思。
快就躺下了。你行你上，我上就我上，你去解决剩下的喽啰。管什么戒律，保命要紧。看来你们不知道筑基初期和后期的差距，那就陪你们玩玩。你怎么比我还不如？我又没有佛门金身。玩够了，发挥点余热吧。这也是一个保命的底牌。你不是说用完了吗？刚才忘了。管啥用？他一时半会儿打不进来呀。可咱也出不去啊。那也没别的办法呀。你刚才直接照着他。我看这破招子，死定了！躲不开！凡人。是，为何？因为我想看看，因为有人跟我说，因为你口中贱民，感觉到了吗？这雨，生命的可贵，哪个不想活着呢？你还记得昨天那个妇人吗？我也如他们一样。多谢小哥。不必谢我。你真是凡人？是，姓谢，名安。我叫慕云，这个秃驴。你说谁秃驴？我看你骨骼清奇，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。这么不要脸的话，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。要去也是去我禅院。去吃草吗？比你们骗人好吗？我是谢灵安，我是读书人。为何来此地？来找一个答案。我去看看，你们在这里等我。这面墙不对劲。谢施主，你有什么发现吗？你们有没有听到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一种似哭非哭、似笑非笑的声音，女人的声音。为什么我们没听到？会不会是咱俩阳气太盛，不干净的东西不敢靠近？有可能，谢小兄弟长得太秀气了，一看就阳气不旺。你们先走，我下去看看。阿弥陀佛，你怕了？我自然不怕。阿弥陀佛，无量他奶奶个天尊！那是什么？血丹。血丹是什么？血丹可以让人恢复血气生机，恢复神魂之力，最重要的是可以让普通人直接突破筑基而入道。入道，又是入道。为了入道修炼，就用凡人的命来炼血丹。难道人命真的如草芥吗？有筑基修士护道，还需要用血丹来入道。看来是个想修炼却入不了道的世家子弟。为何人人都想入道修炼？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修仙才有话语权，修仙才能长生，修仙才能看看这片天地真实的样子。小屁孩，你好像很生气呢，在愤怒什么？见不惯这种美丽的景色吗？想帮这些冤魂报仇？求我啊，求我，我帮你。你是谁？你猜？不好，有大凶之物！
谢施主，我们该走了，这里非常不对劲。住手！快撤！大凶！谢施主还在里面，够不了那么多了。这个层面的凶物不是我们能碰的，谢施主只能自求多福。可真有意思呢。你好像不怕我，要不然怎么没跑呢？哦，倒是忘了，你根本动不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人，我已经不做人好久了。那我当然是鬼啊！若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就要走了？那你下来又是我演的什么人儿？刚刚似乎非常愤怒，这会儿又变得有些顽皮呢。我在你身上闻到了一股不一样的味道，似乎是大道的气息，就好像与众生都有瓜葛。我只是一个凡人，这些人既然已经死了，我还能做什么？怎么样？要不要求我？求我，我就帮你替这些冤魂超度哦。他们死在这里，怨念得不到释怀，真是可怜呢。为什么求你就能帮我？因为很有意思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帮他们释怀？他们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好警觉的人儿呢，但你似乎并不了解我。如果我要做什么，你答应或不答应都拒绝不了。你看那儿，要不我们换一个玩法？什么玩法？你想不想见见这些冤魂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哪儿啊？老头子，老头子你在哪儿？我什么都不见了，我是瞎了吗？我要是瞎了，还怎么照顾你哦，老头子？奶奶，奶奶！你想跟他说话，可惜人鬼殊途，他听不到你的话，他甚至忘了自己早就死了。这个年纪的亡魂，思绪丢三落四也正常。让我跟他说几句话，我知道你可以做到。你能让我见他，定能让我跟他说话。哦，可是我为什么要帮你呢？除非你求我。让我跟他说几句话。奶奶，是谁在说话？是我，我在这儿。你是谁？隔壁老王家的小孙子吗？是呀，我是老王家的小孙子。这是在哪儿啊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？我家老头子呢？您在自个儿家呢。天黑了，爷爷睡着了，我就不打灯了，怕吵醒爷爷。你也早点歇息，明天天一亮就都好了。哦，我在自己家呢。人老了，眼神就不好，大晚上是看不着。对啊，大晚上的，早些歇息吧。明日天一亮，我再来看你。人老了，脑子就不好了，这大半夜的给你添麻烦了。不碍事的，你早些歇息就好。好好，是该歇息了。明日一早，等天亮了，奶奶给你煮饺子吃。好，等明日一早天亮了，我再过来讨饺子吃。你怎么那么傻？意难平啊，等不住了，就想来看看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与你何干？与你何干啊！我就是想来看看。傻子，傻总是害了你，我还是害了你啊！你未害我，你又何必再诓骗于我？这茫茫大世竟有你这样的人，也不知是这世道之悲，还是你之悲。非是诓你，我真未死，只是我终究还是没能帮你什么。世道如此，非你之过。若你真未死，若你意不平，便别再做这些冲动的傻事，给这世界一片朗朗乾坤。好，如此便已足矣。我死了？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是，送送你们。无常？也许吧。有酒吗？来得匆忙，没带。没意思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送鬼不带，下次一定带。我要喝杏花村。好，走了走了。这死的不明不白的，真憋屈。这是哪儿？你又是何人？这是忘川，我是无常，来送送你。从未听闻这世间有无常。
往后我就是了。我还没把今日赚的银两带回家，家里婆娘该骂我了。没了我，他们娘俩可怎么活呀？魂过忘川，念留彼岸，他们无你也能过好。那便好，那便好。死了也好，死了也好，活着也不见盼头。未见桃李分香，便以身先朝露。就图些钱财糊口，也不做伤天害理之事，为何这世道这般不公？大仇未报，实在不甘。花还没开，何人去采？我一死，那些病患怕是只能另谋高医了，只盼能碰上一个良医才是。哥哥，我害怕。不害怕，不害怕，哥哥在这里，哥哥在这里。哥哥，这是哪儿？这里好黑，我走了好久好久没有，只有漆黑一片。哥哥，我想回家，我偷跑出来好久了，再不回家，爹娘该担心了。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这里好黑，我走了好久，就只见到了你一个人。哥哥，你能送我回家吗？好，哥哥送你回家。让哥哥想想办法。彤彤会唱儿歌吗？会。那彤彤给大家唱一首儿歌吧，说不定他们觉得好听，一高兴就让我们回家了。会吗？那彤彤唱一首《三字经》吧，娘教我的。好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你怎么能不好听彤彤唱歌呢？你看，我就说彤彤的歌可以感动他们。他怎么了？他被彤彤的歌声感动了，累了，要休息一下。那彤彤继续唱，然后就可以回家了。好，哥哥跳的舞好看吗？好看。彤彤撒谎。香九龄，能温习教于亲所当知。这是什么手段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彤彤有些累了，累了就歇息一会儿。可是彤彤还想继续唱，然后回家呢。彤儿感觉好冷。他们不会拦着我们了，你看，他们也累了，休息了，没人拦着我们了。那我们可以回家了吗？可以了，哥哥可以带彤彤回家了。可是彤儿感觉好虚弱，彤彤感觉自己回不了家了。怎么会呢？哥哥答应了彤彤要送彤彤回家呀。哥哥在骗彤彤，彤彤早就死了，哥哥又怎么能送彤彤回家呢？彤彤想起来了，彤彤偷跑出来，被人抓到了这个院子，那些人杀死了彤彤，彤彤早就已经死了，彤彤再也回不了家了。彤彤害怕吗？彤彤很害怕，彤儿怕爹娘找不到彤彤而难过担心，彤彤怕另一个世界漆黑一片，彤彤最怕黑了，彤彤害怕另一个世界什么都没有，彤彤也最怕一个人了。彤彤害怕吗？彤很害怕，彤儿怕爹娘找不到彤彤而难过担心，彤彤怕宁软不到世界漆黑一片，彤彤最怕黑了，彤彤害怕另一个世界什么都没有，彤彤也最怕一个人了。哥哥，你说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？姥姥死的时候，娘亲曾说另一个世界很漂亮呢，可是彤彤没有去过。你娘亲说的对，另一个世界有吃不完的东西，还有遍地漂亮的小花。另一个世界的人都很善良，他们会像彤彤的爹娘那样对彤彤好。那彤彤先去看看。好，彤彤先去看看，不好玩再回来。哥哥又骗彤彤，彤彤知道彤彤回不来了。哥哥，我想听歌，只要是哥哥唱的都行。那哥哥给你唱一段哥哥家乡的戏曲吧。好，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，来姹紫嫣红开遍，死者半幅断尽家天。院长说来这里接小师弟，可没说是这么个情况。这一地尸体是什么情况？小师弟不会还没入师门就死了吧？这一堆尸体里哪个才是小师弟？你们两个从那个龟壳里出来说话。顾师姐，这不是龟壳，这是佛门金钵。顾师姐说什么就是什么，顾师姐说是龟壳就是龟壳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两个有见到我小师弟吗？您的哪个小师弟？老七。七师兄是何人？我也不知道。这里除了你们还有其他人吗？这些还算吗？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有人炼血丹。什么？我二人路过此地，发现此处气息不对，进来查探。这些黑袍人就是炼制邪物的势力之人。地底还有一个大凶之物，大凶之物上来除掉了他们。怎么还有大凶之物？柳听贤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找望归。你们有见到一个书人吗？一身白衣。谢施主正趴在你们身后。唉，如果二位刚才走正门，而不是从墙上飞进来，应该就能直接看到他。这位老丈，请问这是在哪儿？醒了，你倒是恢复的挺快，我以为你至少还要再睡几天。这是在介于世俗和非世俗之间的一个地方，你着急知道这个？倒也不那么着急。老丈，您主的可是杏花村？来点儿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答应给你的杏花村，借花献佛，你就当是我兑现了诺言吧。清香纯正，诸味协调，甘润爽口，真是好酒。这么好的酒，你居然一口就喝完了，真是浪费。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。这18年纯酿哪有这么喝？你重伤刚好，这酒后劲儿大，再喝你撑不住。重伤？我不记得受了重伤。大道之伤，也是伤。又不是修仙之人，哪来的大道之伤？你虽未入道，却与一些东西牵扯太深，已经有入道的迹象了。老丈也是修道之人，算是吧。你不想修仙？大道万千，人有善恶，修仙之人说起来也是人，既是人，又怎能免俗？凡人亦非皆勤勉之辈，修仙的自然也非都是自私之人。这世上最难把握的便是人心。仙路凄苦，却也多姿多彩。你我皆是时间长河中一抹微不足道的颜色，何必偏执于所见？我看你心中有自己要坚持的东西，何不去为你心中那些东西做些什么？好，多谢老丈指点。你可知书院？你既决定入道，可曾想过拜入书院？你可知书院？你既决定入道，可曾想过拜入书院？合着之前白问了。你既决定入道，可曾想过拜入书院？没想过。为何？听说书院的人都不太正经。那是一些人对传承千年，历经风雨而立于世间。老丈，书院立于世间千年，一定是个极大的门派吧？一共多少人？外门弟子数千，正式弟子6个。才6个？哼，书院追求极致，精益求精，入门弟子都是超凡脱俗之辈。那我这样的读书人进得去吗？您的意思是坟墓煮酒皆有所长？我的意思是这酒太贵，慢点喝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
书院与你所求即便不同，却也不会有背离。你喜欢人与人和睦相处，不许杀戮和武力。你习惯于在规则之内生存，你把自己介于修仙者和凡人之间。你悲悯于凡人的无奈，看不惯修仙之人高高在上，这些我都知道。你所见的修仙之人，不过是些只图境界的散修。真正的修仙门派是出世与人无争，寻找天地间缥缈的大道痕迹，而书院走的是另一条路，入世。这条路很难走，却符合书院的本心，也与你的道心相符。书院在哪儿？我要去书院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那就跪下拜师吧。您是？书院院长莫山高。弟子谢隐安，拜见师父。这是醉倒了。少爷，你家少爷只是喝多了，让他睡一会儿便好。可是少爷已经睡了好些日子了，明日他该去参加春闱了。不碍事，这酒劲儿去得快，不会耽误他明日春闱。血丹的事怎么样了？血丹不知去向，但有官场那些人的影子。对方动作很快，所有痕迹都断了。他们还真是敢。他下了地宫，看到了那幅惨绝人寰的景象，那幅惨状，连他看了都觉得心悸。宫中那人呢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。这事你先别掺和了，自会有人去管的。我要离开一段时间，等你小师弟醒来，告诉他，让他纯文夺魁作为拜师官。他入道的事，你先帮衬着，其他的等我回来再说。夺魁那么简单，你就肯定他能夺魁？拜师官不是夺魁，而是问心，到时候你自然就明白了。为什么小师弟入道的事也要我帮他？你不是都给了他一把新剑吗？那不是，当时觉得有缘嘛。你的琴道又精进了不少。还要多谢院长的灵犀箫。可惜你不肯入我书院。书院无我之道。现在呢，还是没有吗？陆经霜做事没你稳重，有事情你帮衬着一点。他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没你稳重？就是字面意思啊。既然望归醒了，我便回绮罗堡了。等他醒了，你告诉他，让他空了来绮罗坊一趟。这一个两个的，都拿我当传话筒。少爷就是这样，总是悲悯于世人的悲苦。如果少爷不是这样的人，丫头应该还在流浪乞讨，或者早就死在上个冬天了吧。只要少爷没事，那就没事。只要是少爷想做的，丫头都会陪着少爷去。少爷，你醒了？刚醒。少爷有什么不舒服的吗？没有。少爷，丫头好想你。我知道。少爷终于醒了，真好。少爷昏迷了10几天，丫头知道那晚少爷做了什么事。少爷杀了4个筑基后期的坏人，他们说少爷做得对。那日看着少爷站在雨中发抖，看着那个大神死在少爷面前，看着少爷造那把弩，看着少爷在船头站了半夜，少爷心里苦。少爷明日还要去春闱，可得养足精神。好。好了好了，你们等会儿再腻歪，我有正事儿跟你们说。陆师姐，你别这么看我啊，我是真有事儿。说完我马上就走，你们可以继续腻歪。多谢陆师姐这几日照顾小苗，谢灵安感谢不尽。我还照顾你了呢，你怎么不感谢我？也感谢陆师姐这几日照顾。只有口头感谢吗？那我要一幅字。好。那个老院长跟你说了？弟子谢行安，见过三师姐。小谢子，三师姐看好你，好好干，以后师姐带你混仙界。小谢子。不过院长临走前给你出了一道题，
作为拜师官，你只有通过考核，才能正式算书院弟子。院长他老人家仙逝了，刚刚不还好好的吗？这虽说世事无常，可这也太无常了吧！说什么呢？院长有事出门了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。你自己没说清楚。这小师弟心术不正啊，还没入门就盼着老院长不好。不过这话听着怎么这么顺眼呢？什么考核？春闱夺魁，一定要夺魁，要不然你真入不了书院。好，我这几日准备一下，争取一举夺魁。可是明日就春闱了呀！少爷，你睡了10几日了，明日就到了春闱的日子了。好好干，三师姐看好你。柳听贤说让你空了去一趟绮罗房，你也是应该好好感谢人家。跟柳仙子有什么关系？柳姐姐那日去城西找少爷，是她和陆师姐把你带回来的。这几日也一直是柳姐姐跟陆师姐在照顾少爷的。那春闱过后，便去绮罗房当面感谢柳仙子。少爷要不早歇息吧，好好养一养精神，明日便要春闱了。丫头先休息吧，这几日辛苦你了。我刚睡醒，也还早，我先看一会儿书，迟些再睡。那少爷先看书，看完了也早点休息。好。我能感觉到你对我的依恋。故里隔两世，可一不可及。此处应有美酒。小小年纪，哪有那么爱喝酒？三师姐，这是心法，是不是最厉害的那种？书院的不是心法，我修炼了就能分钟成仙成神，呼风唤雨，翻江倒海的那种。我感觉教导小师弟入道的路任重而道远。明白了为什么院长刚找了小师弟就跑路做起了甩手掌柜。你对修炼的了解还真是王婆上戏台。怎么说？一点都不识戏谱。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心法只是告诉你怎么修炼，能让你修炼，却不能让你入道，相当于只是引导你入道的法门。真正的入道需要有自己对道的感悟，或者以仙人的感悟入道。有人修炼一辈子也入不了道，有人还没开始修炼就先入道了。你说的呼风唤雨、翻江倒海，那是道法，高深莫测的道法。懂了，心法等是修炼说明书，入道等升级需要干悟道，道法等点技能打架。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打坐入定，感应天地灵力，按照心法吸纳灵力入体，引导灵力在体内运转。静心，还记得我给你的那把小剑吗？那是我以灵力凝成的一滴灵液所化。你慢慢感受它的存在，将它作为引子，寻找天地灵力。静心，还记得我给你的那把小剑吗？那是我以灵力凝成的一滴灵液所化。你慢慢感受它的存在，将它作为引子，寻找天地灵力。我感觉到了一股至纯灵力的气息，是这个吗？正是，当日送你，就是让他早日与你相融，让你今日能轻易控制他。三师姐当日便知道我会拜入书院。这把灵剑附了我的大道气息，你不必刻意追寻那股气息，只需感应与它同源的天地灵力即可。我当年只用了1日便入定，院长说我乃是世所罕见的绝佳修炼之才。你也不用着急，慢慢来，毕竟师姐的境界不是你所能追求的，你只需在3日之内入定，便能算得上天资脱俗之辈了。不过即便无法在3日之内入定，也不用着急，
天赋不能代表一切，有人入定很慢，但是后期修炼的很快。入定了！但愿小师弟没有听到刚才我一天入定的话。这就开始引导天地灵力运转小周天了。这小师弟是个什么怪物？这气息怎么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？我修的是剑道，灵力附带双落剑的气息，霸道纯粹凌厉。他一个读书人，灵力应该附带书卷气，儒雅文静墨香才对。可他身上这道气息，诡异玄妙悠远，这难道就是书道的气息？这就是灵海吗？